內銀股一直啦都係好受收息投資者歡迎嘅板塊之一。原因好簡單啊，就係因為普遍內銀股嘅股息率啦都有講緊係4至到5厘嘅，而四大內銀更加啦係可以去到7至到8厘嘅股息添。而呢一個股息率啦，對於好多收息投資者嚟講，都係一個非常之吸引嘅水平嚟嘅。雖然內銀股由年初至今嘅回報啦，都叫做跑贏大市嘅表現，不過最近內銀股嘅股價都有啲反覆啊，咁都令到想買內銀股收息嘅散戶啦都有啲猶豫嘅。咁所以啦，今日就想同大家去到分享我對投資喺內銀嘅睇法，同埋相應嘅投資部署嘅。Hello， 大家好，我係 Graham， 歡迎你嚟到我嘅 YouTube Channel。如果想了解更多關於個人理財同埋投資嘅知識，歡迎大家去 subscribe。喺上星期，國務院總理李克強預告會降準之後，人民銀行就隨即公佈決定啦，喺今個月嘅25號下調銀行嘅存款準備金率0.25個百分點啊，釋放大約5300億人民幣去到刺激當地嘅經濟，特別啦係加強支援受疫情影響嘅行業同埋中小企嘅。不過相比起以往降準嘅規模，今次嘅降準啦就只有0.25個百分點啊，咁就比起之前降0.5個百分點係少咗一半嘅。對於呢一次降準嘅幅度比起以前少，普遍嘅分析員都認為銀行啦係要預留彈藥，俾自己多啲空間啦，喺未來幾個月再推出更加多嘅放寬貨幣嘅政策。咁就因為上海嘅疫情依然嚴重啊，而且封城嘅時間仲可能要持續一段時間嘅。咁所以視乎翻需要，銀行啦會可能喺短期內再降準或者係減息嘅。咁相信大家都成日聽到人行降準嘅政策，不過降準實際上係啲乜嘢意思呢？簡單嚟講，銀行啦依家就可以將更加多存款嘅資金釋放出嚟做更加多嘅生意啊。例如係放貸俾一啲中小企啦，係用嚟喺業務上嘅周轉，同埋借錢俾市民去置業等等嘅。而降準嘅政策啦，就係向經濟體系放水啊，目的係要刺激當前增長放緩嘅經濟狀況，注入更加多嘅資金。理論上，降準嘅政策理應啦係會有利內銀嘅股價嘅，因為降準會令到銀行可以借多啲錢出去，提升銀行嘅收入。不過事實上，唔單止係降準就可以推高內銀嘅股價，我哋仲有好多其他因素要留意嘅。第一，內房債務危機啦係依然未解決嘅，除非有更加多救市嘅政策。如果唔係嘅話，相信陸陸續續會有更加多內房爆煲同埋違約啦，都會增加內銀嘅壞賬比率嘅。第二，中國嘅經濟啦有進一步放緩嘅跡象，中央政府採取嘅動態清零策略，令到多個省份嘅經濟癱瘓啊，都影響市民嘅消費意欲嘅。雖然降準等等嘅放寬貨幣政策對經濟短暫啦係會有一定嘅幫助，不過中國經濟面臨嘅主要挑戰係疫情同埋封城嘅政策，所以降準並唔可以解決問題嘅根源。第三，內銀股背後嘅主要股東啦都係國家持有嘅，尤其係依家中國嘅經濟面臨增長放慢嘅壓力，所以啦唔多唔少啦都要履行一啲政治嘅任務啊。就例如內房違約嘅情況，都令內銀啦係可能要承擔部分嘅壞賬嘅。另外啦，中央曾經喺2020年都要求過內銀啦要作出一啲讓利嘅安排，包括減少銀行嘅費用、降低貸款利率，同埋容許借款人延遲還本金等等啦，去到配合國家嘅政策。而面對住當前嘅經濟，中央政府會唔會要求內銀啦去做更加多國家任務，去到維穩經濟呢？呢一點啦，都係投資者擔心嘅地方嚟嘅。好，咁簡單分析完投資喺內銀嘅利與弊之後，咁假如你係有興趣投資喺一啲嘅內銀股收息嘅話，咁究竟要係點樣部署呢？第一個策略係可以長線投資喺一啲相對高股息同埋估值比較低嘅內銀股嘅。咁我就比較咗呢6隻嘅內銀股嘅股息率同埋市賬率嘅。而根據呢2個數據，比較突出嘅內銀股啦，就包括有1288農行同埋3988中行嘅。咁呢2隻啦都派緊大約8.5厘，而且市賬率都比起其他內銀股低。
咁反映農行同埋中行嘅估值都係相對比較平嘅。咁所以如果投資者係想長線收息，而唔期望股價啦係有太多上升嘅空間嘅話咧，咁其實農行同埋中行啦都會係幾符合到你嘅要求嘅。第二個策略就係從股價嘅升值潛力同埋不良嘅貸款比率去衡量適合你嘅內銀股啊。咁再一次比較頭先提過嘅6隻內銀股啦，就可以見到隻1658郵儲銀行啦係明顯跑出嘅。咁無論係佢嘅不良貸款比率，抑或係股價最近一年嘅表現，都係咁多隻內銀入邊最好嘅一隻。咁另外值得一提嘅仲有隻3328嘅。咁雖然不良貸款比率就係最高啊，接近1.5%。不過股價近年嚟嘅表現都做得唔錯㗎，咁有17% 嘅升幅。仲有隻3988中銀啦，都可以留意下嘅。咁佢嘅不良貸款比率啦，同埋股價表現都係相對比較平均嘅。咁當然啦，投資者亦可以將兩個唔同嘅策略一齊用嘅。咁當中嘅1658郵儲銀行、1288農行同埋3988中行啦，會係我會揀嘅內銀股啊。咁投資者啦可以混合投資喺呢幾間嘅內銀股啦，去到減低買入單一股票嘅風險。咁就例如幾日前啦，3968招行嘅行長突然被革職啊，咁都令股價單日大跌超過10%。咁所以最穩陣嘅公司投資者啦，都唔應該將所有嘅錢放喺一隻股票身上。另外啊，就因為頭先都提到噶啦，內銀嘅業務啦都有一定嘅風險。相比起傳統嘅收息股，例如係一啲嘅公用股同埋房託啦，都冇咁穩定嘅。咁所以我認為啦，內銀股嘅比例佔你嘅收息組合最好啦，都唔好超過30%啊。咁其餘嗰70%買啲咩嘢嘅收息股好呢？咁我上個星期啦都有出個片同大家喺度分享一個月股票收息嘅組合啊。咁有興趣嘅話都可以撳翻右手邊嘅感嘆號去到參考翻嘅。好，希望今日嘅影片都幫到大家。咁最後啦，如果大家係有興趣知道我嘅私人投資組合同埋我最新嘅投資部署，都歡迎大家去 join 我嘅 Patreon 去攞更加多獨家嘅資訊嘅。詳細嘅資料都可以去翻下邊嘅 description 參考。多謝大家收睇啊！希望大家係可以 like 我條片啦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 follow 我嘅 IG 同埋 Facebook account。好，今集時間差唔多啦，下集繼續和你賺。